Will Susin play in this Tokyo Olympics? This is the main question that many players ask. In this Olympic simulation competition, Susin Liu Shiwen failed to enter the semi-final of mixed double. This made many people somewhat worried. Liu Guolia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said, "Losing now 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Coach Liu said it is good to see Susin and Liu Shiwen lose, so they can see what mistake they made now and can improve for the Olympics mixed double. He said they already got major mixed double title and have an important role at the Tokyo Olympics. There will be no substitute for the Chinese mixed double, so Susin will play in this Tokyo Olympics. 我觉得主力队员输球在这会儿的时候，对我来说，对球队来说是最好的事儿。如果这次比赛没有检验出任何问题，在东京检验出问题，这是最坏的事儿。我觉得这次你像这个新闻组合的这个混双，这个输掉了比赛，这是一个冷门。我觉得恰恰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输？其实他们在前一阶段的这种集训非常好状态，他好到里边男双好几对都根本赢不了他们。说恰恰因为他太好了之后，他觉得混双没问题，他在队内混双都是让2分到3分来去打的。但恰恰这个里边就说明心态发生了变化，准备不足、轻敌都是这次比赛失利的根本。他们想着打混双还不赢啊，但恰恰打混双的时候，人家是看到机会去拼，他们打的有点手，一上来被冲0比2落后。我觉得恰恰外国选手跟我们打也是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推动许昕和刘诗雯的技术必须能够磨得更细一些。实事求是讲，在单打的过程当中和现在的实力和恢复当中，他们还没有到最好的时候，或者是年轻队员进步比他们快了。但是在混双单一这个选择当中，教练组对他们还是非常信任的，在内部的训练和选拔，包括一系列的国际比赛，他们平均来说还是最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2019年总决赛，他们两个已经是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他已经拿到了奥运会入场券，你是没有换的资格和资本的，只有一对参赛。所以我看球迷有的时候还说把这对换掉，换不掉，这不是我们决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力也不允许换掉，教练组对他们还是信任的。但我这次输球我觉得太好了，来得太及时了，这一下的话能把他们敲醒。在昨天打完之后，我也跟这对混双，包括马林和陈启这个混双这个小组4个奥运冠军晚上聊了很多。首先我没责怪他们，但是我还是说你们的自我要求和赛前的准备等等这些方面还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是不是？输球本身一定是坏事，不能说输球就是好事，输球本身肯定是坏事。但是如果把输球的这个坏事你能够转化成对备战的促进和改变，我觉得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我们要做的。我看昨天输完之后，许昕还是非常难过，许昕还是内心还是这个受打击比较大。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这样的话还有时间，骄兵必败嘛，因为他们赢得太多了。有的时候你想找一对混双来打他们的时候未必好弄，恰恰打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打完之后他们会更清醒。比赛就是残酷的，比赛它就是有起伏的，越大的比赛风险越大。我还记得从18年刚再次回到这个乒协的时候，当时我就提最难的是混双，因为那会儿我就发现大家不够重视混双。因为乒乓球的传统，大家重视单打，重视团体、国家荣誉和个人最高水平的荣誉，恰恰对混双老是感觉有一点不够重视，或者有点看不上。那是以前没进入奥运会，他进入到奥运会，他一定有他的价值。包括东京奥运会加了一个混双，从一开始你就要想，为什么东京奥运会加？那一定是日本乒协他是算出来哪个对他有利，为什么用一对来打？
一对你就失去了双保险，你只能场场是决赛，是吧？这种氛围对任何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认为这个许昕刘诗雯这对混双最主要是什么？心理抗压能力，两个人要内心真的强大，是吧？真的能够抗压啊！恰恰5块金牌，第1块放的就是混双。如果混双我们能够拿下这块金牌，后边4块就好打多了。如果这一块输掉之后，那后边4块打起来的话，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是觉得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说，混双也是很重要的。